朋友们好，这是我去年买的铁线莲小苗，唯一幸存下来的一颗。这是一颗大红色的，深红色的，非常漂亮，也是我去年买的小苗当中，最出放异养的一个品种。去年呢，我也是在4月份左右买了一些铁线莲小苗，当时都是特价的，买了一堆，大概有好几颗吧，3、4颗或者是4、5颗，不能够完全记清楚了。之后呢，我是直接呢种到了院子里。种到院子里以后呢，紧接着第2天、第3天就开始下暴雨，就下了冰雹。首先呢，它的小苗被冰雹砸了一通有一些就断了。再接着呢，兔子又来吃了一通，把一些新芽也吃得差不多了，所以当时的铁线莲危机重重。之后呢，只有这一颗兔子大概是忘记吃了，吃饱了，就剩下了最后一颗它没有吃。我呢就赶紧的买了基网来给所有的铁线莲加了围栏，但是凡是被兔子吃过的，并且被冰雹打断了藤蔓的那几颗呢，都没有活下来。有一颗呢倒是坚强的活下来了。其实有2颗是坚强的活下来了，但是后来又得了痢哭病，突然的就是地面以上的部分全部都枯掉了。那因为是小苗呢，就非常难以再把它救活。其实我去年有看到秋天的时候它有萌小芽出来，可是那个小芽长不大，经过1个冬天以后呢就不行了，很可惜，那是我很喜欢的品种。所以呢，我知道就是说经过这一次尝试呢，就知道铁线莲的小苗是不容易养好的。可能最好呢是先盆栽，把它养得壮实了一些，再种到地里更好。另外呢，一定要防止兔子来咬。假如它长一个新芽就被兔子吃掉一个新芽，另外就是它刚长出来的新的藤蔓被兔子咬断，它即使是不吃咬断也是非常可怕的，它就很难再萌新的小芽出来。这样呢就不容易养活，而且呢小苗多半是在4月左右上市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多伦多的气候呢还不算稳定，有的时候还会有零下的气温。那对于铁线莲已经长成的大苗来说呢，要好一些，但是小苗呢就经不住，至少呢也是影响它生长。假如这个时候再被冰雹打一下，或者被兔子咬2口，它就很难成活。另外它的这个痢哭病这个呢是防不胜防的，也基本上不知道什么原因它就会得这个毛病。尽管就是说我也很注意，没有把它们放在阳光过于强烈的地方，但是它们还是去年我记得有1颗或者是2颗，很可惜就在地面以上枯掉无法再挽救。那这一颗铁线莲小苗呢，就是第一它没被兔子咬，第2冰雹也没砸到它，第3呢我很快就给它加了基网维护起来。然后呢，我相信它本身也是最好的一个品种，就是最易养的一个品种，最好养，所以它就很坚强的活了下来。我去年冬天没有剪掉它的藤蔓，
它呢，今年在早春的时候，2月份有一段天气比较温暖的时候，它就渐渐的开始萌出小新芽来，毛茸茸的一小团一小团的。之后呢就开始长大，现在呢看样子它应该能够很顺利的开花了。好的，这个是我关于我的铁线莲小苗的命运。经过1年的养护呢，只存活下来了1棵，其他的呢都因为天灾和动物祸吧，不是人祸，是动物祸，导致呢它们提前夭折了。所以呢，提醒大家呢，铁线莲小苗不是那么好养，在初期呢要做很好的维护，做围栏是必须的。另外呢，选择气候已经到0上以后，0摄氏度以上，这样再种到户外呢，安全性就要强很多。好的，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，欢迎大家订阅、分享与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